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呢，上海的严公子的天价婚礼的事件呢，被冲上了热搜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。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在知乎评论上有一个帖子啊，这个帖子主要是问这个江西女孩啊，娶江西女孩彩礼文化的这么一个帖子。那这个帖子呢比较正常，但是呢，这个帖子有一条回复引起了热烈的反响，被直接冲上热搜了啊！帖子没火，这回复火了。有一个这个网名叫严公子的这个网友啊，他回复了这个帖子，他说呢，你们都说这个江西的彩礼啊，行情都有几十万啊，你们都太天真了。我呢以亲身经历啊，告诉你们，根本就不存在价格，而是因人而异啊，上不封顶啊，就没有上限，分人的。你就是李嘉诚来了呢，也要被榨干。严公子呢说呢，我呢和女友呢是在美国认识的啊，我们留学认识的。因为那段时间呢经历了疫情，所以呢有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啊，两人处得非常好。经过几年的相处呢，也早就认定对方了，所以回国之后呢，就准备定居上海生活跟工作啊，就要结婚了，并且呢开始商量婚事啊。男方说呢，我呢是上海土著啊，家庭呢比在魔都呢就算好的了。他说我在上海都算好的，相当好了啊。那女方呢家呢是江西的萍乡人，家庭条件呢也还不错。他说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你想他女儿在美国留学这几年也得花100多万了，也是独生子女，所以呢他觉得这女方家庭也还不错啊。但是呢女方的当地呢一直就有这个彩礼的习俗。他说呢，我呢对江西的彩礼文化早有耳闻啊，之前就是全国闻名了啊，所以呢也提前呢就打听了女方当地的彩礼情况，平均呢也就几十万不等啊上下。所以我觉得以自己的条件啊，准备一套非常拿得出手的彩礼啊是比较轻松的。那他准备了多少彩礼呢？这个男方自己啊，第一就是100万现金，100万现金啊，挺多了吧？第二呢，就是说上海市中心的大平层啊，加上女方名啊，直接加名。第三呢，还要在女方的当地啊再买一套房子，直接写女方的名字啊，不是加名啊，就直接写的。第四呢，就是婚礼的所有开销啊，这男方准备的彩礼应该够丰盛了吧？那还有啊，重点啊，就是准备这些彩礼呢是我自己出的。因为呢，我父母呢也明确啊告知过我，就是说彩礼呢你要自己想办法，我们不出钱。应该是父母之前给过他不少钱，房子呀写过他的名字啊。因为你想他留学嘛，留学生回来工作应该没有什么钱啊，都是家里给的啊。所以呢，双方的彩礼这个事儿呢，就是男方呢和女方的父母还有女方去谈的啊，理解吗？男的亲自上场啊。他说呢，结果呢让我万万没想到的啊，就是说女方呢家里直接狮子大开口啊，不光呢要我的财产，还要我父母的财产，他的不够，他小看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回事呢？女方父母呢开出条件是什么？第一就是1888万的现金啊，现钞。哇，100万，1888。第二呢，就是说男方的这个婚房啊，他说大概是值5000万左右，上海啊，就大平层。这套婚房呢要过户到女方名下，不是写名啊，是要过户啊，知道吗？第三呢，就是在上海啊，你要买一套探亲房啊，我女儿嫁到上海了，我们去上海得有地儿住，你得买一套房子专门供我们住啊。第四呢，就是我们家亲戚啊，女方的亲戚大概人比较多，大概100多个啊。每一个亲戚呢，当天呢都要给一个10万的红包，包一个10万大红包。这排上啊，对啊。第五呢，就是来参加婚礼的所有人啊，必须头等舱啊，普通舱不行，头等舱，而且呢住上海最好的豪华酒店啊，每人单间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就是婚后如果生了孩子啊，要奖励1000万的现金，还有一套2000万的房子啊，大概是这样的。男方说呢，他们说完了就给我直接听的这个瞠目结舌了，你知道吗？惊住了。对啊，问题呢，女方父亲呢就说。你别来这个，我知道你们家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这些呢，只不过是你们家产的1/4或者1/5。说我在想，这个谈恋爱就探底了啊，对，啥没干就探底了，提前就摸清楚了，摸好了。他说，男方父母说啊，他说你连这点都不想出吗？他觉得男方不想出啊。接着呢，他们就掰指头给我算，你们家房子有多少，然后股票有多少，等等等等啊，也相当对他们家已经门清了。他们说呢，我们家开出的彩礼啊，已经是我们觉得很体谅男方家了。那最后呢，主要就看你的诚意，你要不答应的话，这个婚事就免谈了，你知道吗？男方自己说呢，说我回来一算啊，单这个彩礼一项啊，就光花费彩礼就得上亿了啊。
男方说你要说这个钱呢，我们家掰指头算是房产啊，什么股票啊，他父母应该好像是高管啊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光算这个呀，你房子我还有贷款呢，我还有负债呢，包括好多你股票啊，这个它都不是现金的，它不能提现的。你像好多富豪的话，他好多富豪我们说趁多少钱，它是股票价值。你像马斯克这次收购推特的话，他也是卖了特斯拉股票去买的啊，理解吧？所以你不是账不是那么算的啊。所以男方说呢，我就觉得荒唐啊这个事儿啊，当时现场我就不乐意了，你理解吗？那谁知呢就惹怒了准丈母娘，准丈母娘直接就开骂了，说话难听了，就说我们把女儿养这么大啊，多不容易，前后也花了至少都200多万了。还说呢，女儿呢嫁给你呢之后工作至少也得30-40年吧，这至少也得赚个几千万吧啊。然后呢，为了好听呢，我看你们俩谈这么久的份上，才给你要了1888万的，你知道吗？还说呢，我还给你搞个折扣啊，对，他说好，跟你要少了。总之呢，就这个过程就反复拉扯，整个过程，男方说我觉得非常的荒谬和屈辱啊，非常难受。原本着呢，想着前女友呢会站在我这边。现在是前女友了，应该啊，替我说2句好话。没想到呢，女方呢就站在父母那边了，也开始数落我了，说你就不能为我妥协吗？你不能为我向你妈要钱吗？我知道你们能拿得出这些来啊。还说呢，我们上海人磨叽，就说我南方上海人磨叽啊，事算的都清楚。男人娶妻呢就是要伤筋动骨的啊，拿出大半身价的。还说呢，你们家所有的钱呢就是给咱俩花的，你父母的钱呢迟早也是给你的。你趁着这次彩礼呢，你就把你父母的钱早点拿出来花，不好吗？啊！而且呢，你给我父母的钱呢，我可以谈呀，我能让我爸妈返咱们点儿再花呢，你知道吗？那当和事佬了。他说整个过程呀，我觉得非常迷惑，你知道吗？开始呢，我以为是讨价还价，他觉得开始就是买衣服似的，要的高，就是开价高，空间大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说后来呢，我发现不是，就是这么多，没有搞价的这个余地啊。那因为这个事呢，两个人呢说我们俩呢就开始吵架，一直吵架闹矛盾，到最后呢，男方说，直到最终呢发生一件事，就导致了这个最终的结果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就最后我们还在吵架，有一次吵架呢，我就走了，回了父母家了。然后呢，就是上海漫长的3个月的封城，俩人相当于就是分开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分开就是这个很难，哎，很难。那这个期间呢，我还在关心他，想办法给他搞点吃的呀什么的。但是他呢对我毫不关心。他说呢，要不你就答应彩礼，要不呢，我就不吃嗟来之食，就还闹别扭嘛啊。那之后呢，我终于冷静下来了，彻底放下。解封之后呢，女友呢还来找我继续博弈谈这个事儿，我呢就直接就提出分手了。他呢就一副这个难以置信的样子，声泪俱下，就没想到啊。然后这男方说呢，我对跟你一起生活啊，已经没有一丝的憧憬了。我现在呢不是博弈，我没有给你谈条件啊，你呢不要1分钱，我也不结了这婚。我呢就是看不上你和你们一家子了。整个大体事件是这样的啊。那结果这个一发出来以后就炸锅了，你知道，网友就直接就原帖没人关注了，这个帖子就直接回复啊，问什么都有啊，有问你这后续怎么样了，还有各种问题的，说女友是不是在美国给你挡过枪啊，给你要这么多钱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就说这是假的啊，说你们这个呢就是一篇男主啊这个甩脸新居女的爽文。还有呢，就是针对这个事就开始聊开这个现在社会现象了。你说现在本来就男多女少，而且这个彩礼啊，本来男的就很难，你知道吗？尤其现在这个底层的奋斗，男生越来越难，谁能媳妇了啊？对啊，谁能拿出这个呢？江西文化呢也因为这件事火了啊，网上呢还传了一张这个全国的彩礼的地图排名啊，关于彩礼的价格排名，首屈第一位的呢就是江西了啊，然后其次跟进的就是福建呀、浙江呀、江苏呀、辽宁啊这些地方彩礼钱都比较多。那是不是江西单身汉多呀？哎，这个还真有可能，你要这么说，现在哪儿的单身汉也挺多的啊。现在不是说因为彩礼不结婚，单身汉多，剩女也多啊。对呀，剩女毕竟男的多，女的少一点嘛。他现在不结婚不是因为光彩礼了，就是你不要彩礼都结不起婚了，很多人因为你要买房子，中国这个文化你要买房，你要买车呀。我看了一个外国人帖子啊，这帖子外国人之间然后翻译过来的啊，这个外国人就2个人聊天啊，就是一截屏，这个外国人跟那个外国人说，现在啊中国的女孩啊结婚要求太高了啊，然后呢
那边那个外国人就都翻译过来，那边外国人说他们都要什么呀？然后呢，这边就说中国的女孩呢，要男生啊，男孩20岁就得有房有车，还得要几十万的存款。外国人都知道啊，对啊，还要长得帅有文化。说中国的男人太难了，然后他们都觉得，然后对面就说呢，说如果他翻译过来的说，如果您有房屋和汽车以及数十万的存款，那您将不再需要妻子。还有呢，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升级到各种高度了，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嘛。那这个事儿呢，到现在来讲是不能证实，我们也不能证伪的。它是不是真的啊？我觉得都有可能。但是不管真假呢，我觉得这种现象太多了。因为社会里实际有这种现象，因为彩礼啊，这个当天结婚就没结成了很多啊，太多。就是一种风气。对，近些年这几十年吧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也是这个事儿主要也是引起共鸣了。现在男生女生这个结婚，年轻人真的挺难的。我觉得这个爱钱，你觉得对不对啊？我觉得也是对的。物质嘛，物质基础啊，对呀，物质一切的基础嘛，对吧？你说这爱钱就是人的本性嘛。你说钱，你有了钱，你就代表了你有权利，你有资源。而且我觉得很多地方啊，金钱已经远高于道德和法律了。你觉得是不是？有些地方啊，有些地方。所以呢，你不顾一切的追求呀，甚至胁迫，我觉得很正常。那这个事儿就是婚礼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就是胁迫吧？你觉得算胁迫吧？前两天我看有一个那个。火葬场那个父亲死了，火化了，然后呢，儿子还家里条件还不错呢啊，儿子准备挑骨灰盒嘛，以前骨灰盒都是100几百的这种的，现在最低都是7000起，就是都万起。突发情况嘛，这男的直接就拿塑料袋给他爸装走了，直接塑料袋把骨灰拿走，就没买，也是特别火这个新闻啊，这其实它也是一种胁迫嘛，我觉得一个意思嘛，对吧？但是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这儿就有呢？只有这儿有呢？我觉得哪儿都有。全世界哪儿都一样，哪儿不是啊？你别光是哪儿了，你说哪个年代不是？你说你只能说每个人对钱的把控啊、欲望有一点差异，但是总体还是一样的，分上层下层，我觉得都一样的。这段时间一直看全游不是比较真实吧，对吧？人就是现实。全游、龙族、鱿鱼游戏，咱们最近看的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对对，它无法控制的，而且越往上越现实越残酷。你包括前一阵那个。英国王室的这个丑闻、狗血剧啊，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自己是这个过来人啊，所以我觉得我说年轻啊，我说我的这个看法啊。我觉得第一呢，就是说，在中国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在婚姻啊，家长还不能参与太多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色。中国，但是这个东西。也不好怎么说，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，有的可能就是从小一直父母都在干预，所以他可能也习惯那种生活方式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整个这种风气，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是对的，我觉得不是完全是对的。家长不应该参与这个婚姻太多，因为你两个人结婚，你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哪有对错呀？那你父母参与进来的话，相当于就每一边都有立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离婚率高都是啊，对我们身边很多是的。所以现在成年人，尤其你说成年人，你的婚姻最好还是你自己处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，我觉得那个男的也有点问题。就是实际你想要什么的，什么样的女性你都不知道，你到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这个人是这样的，这我觉得也有点奇怪。对，这是我一会儿我要说的第二点，对吧？这男的是有问题的。你前一阵就是说最火的一个大 S 离婚事件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个很搞笑，我觉得。我个人觉得，当然这个有人说炒作啊，因为钱，这我觉得都无所谓。但离婚嘛，它毕竟是。对双方啊，对孩子都不是一个好事情，那个比较痛苦的，对吧？对啊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讲的话，就是家长参与的过多了，就汪小菲那个参与过多了。你这个岁数了，你就自己处理吧，你两个人处理完就完了，你别管好分好散，你都处理干净了。你这个你妈出来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婚姻走到这一步是多少有一些影响的啊。所以网上都说他是妈宝男嘛。孩子跟父母的捆绑过深。它是一种文化，一种传承，捆绑过深了，这个我们也有体会的啊，这确实从小管到老的，这个是的，但是我觉得不好，这个真的是不好，尤其我是包括我们就是尽量不参与过多的，你参与过多真的是问题太多了，会出现很多矛盾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思想也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啊，不要过多的参与这个。
为老人也省点心啊，也省点心。第二呢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你讲的很重要的，就是我觉得婚姻呢，双方都是要有智慧的。男主啊，我们叫男主啊，还是欠缺一些考虑的。我觉得他这方面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有没有这个注意一点啊？就是说，这个女方跟男方谈恋爱那么多年，女方就把男方摸透了家底儿。对，这是其一，其二，就刚才你说一个细节啊，就是这个男方的父母说你结婚你去搞定，我们不管，这也不太正常哎。还是你细，我告诉你啊，就他好像不太支持这个婚姻。新闻是这样，就是他说是这个文字，但那里面的问题是很多的，这个男方没有看明白，你理解吗？当然他后来应该是，我看后续的回复也大概明白一点了。首先，我觉得这件事情，你彩礼这个事情。你亲自上阵和女方父母谈，我觉得就有点问题。我是没有见过这种谈法的。对，都是双方父母见面嘛。要不你就双方父母谈啊，要不就你两口子谈好了，各回去说去啊。我觉得这样更好一些。我觉得你直接上来谈，那边父母直接躲了，你理解吗？有一种他们欺负他的感觉。哎，就是男方父母可能之前就不太喜欢女方的这个家境，或者是比如说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啊，有可能第一种是有地域歧视啊，第二种呢就是跟女方一起生活过，他们因为都在上海生活嘛，跟女方接触了，可能就是觉得女方有些方面比较现实啊，就是看透了，我说白了，但这男方没看透，男方父母看透了，我也不说，你自己去处理这事儿，你就现在你就知道他们什么是真面目了，你理解吗？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，所以这个没有那么简单的，肯定男方父母不是特别乐意的，这女方要是什么首富的女儿，我觉得不会这么去处理这个事情的啊！我觉得，所以为什么讲这个男方你自己你要有智慧，你父母这种行为你是应该了解一下，把这个核心问题先处理了。你不是处理表面的，干嘛就干嘛去了。很多核心问题你必须得处理的，你不处理的话你就别结婚，那肯定是这样的。你干什么事都不用脑子的话，你别说结婚了，你开公司你管什么也不行了。挺好，他父母应该也是想让他历练一下。刚才听你说，我觉得他就是个研究生。这回历练，这回他还是这个处事比较浅啊。毕竟你有钱，你不是你挣来的，你是父母给你的，他没有自己去经营啊，挣钱，你很多里面的门道，你不就没有走向社会嘛？太嫩了啊，太嫩了啊！所以我记得我上期录那个，就是说，我们生活其实不光是生命啊、财产啊，你包括婚姻也都得你自己负责。而且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好媳妇儿的话，我觉得父母也是愿意的，有一些支持啊，对，都是双方的啊，也有可能他父母就是典型的上海这个比较细啊，比较这个较真，也有可能都有可能啊。所以他父母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也是这个里面问题比较多，他没有注意到。你确实是你没有办法，你说你没有办法，你必须需要智慧。有些人笨没有办法，你笨你就别结婚，因为不笨人找笨人。也能接是吧？对，所以干啥你就需要脑子。你看我就没脑子，我上期录视频连那音频都没开，这声音就不好啊。当然还有说啊，就是那个网上还有说女方呢，其实呢你们都看错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怎么回事？就是说这女方其实家里是当官的，然后当官她有钱她不敢花，你理解吗？所以她就得找一个特别有钱的，叫什么姑爷。你找了有钱的姑爷，哎，以后我就能花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3000万、5000万算什么呀？人家可能几十个亿呢，你知道吗？有这种情况啊。这个事儿呢，如果是真的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你通过彩礼文化去过滤双方，好多人就说你们俩谈恋爱，你这些年你都没看透的。我觉得有一个这个事儿的话也挺好，你不可能等的都结了，稀里糊涂结了以后，你才发现，你说再离吗？真有这种，就是结婚前就是没涉及彩礼就看不出来吗？我看网上很多都是当天，就是谈好了当天就进门的时候，比如忽然定了10万涨成15万或者涨几万，当天就不结了，当天就甩了。有的跟伴娘走了，有的新郎跟伴娘就走了啊。现在年轻人吧，放得开，什么都能干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觉得有的时候门当户对呢，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啊。但你说要是双方都是家庭差不多就没事了，是吧？但也不是跟这没关系，因为都想要更好，就是差不多再想找更好的。人还是分人吧，我觉得，跟有钱没钱没关系，就是两个人合不合适的问题。
什么人找什么人。但是如果有问题的人，他在感情观、价值观这些都有问题，两个人他肯定他有问题，他还得找有问题的呀。要是没问题的，肯定觉得他有问题啊。所以那两个有问题的人，那必然就出现问题了。我很认同，还是都有点问题。女方是这个脑子不清楚，男方也不太清楚。女方脑子很清楚，就要钱。不，他要太清楚，他要特别清楚，他也不会这么办了。这个事他会更聪明一些啊。他不会这么办，也可以要到。要大头呢，你这个算什么呀？几千万算什么呀？对吧？而且我想聊一个，就是很多女孩呢，在婚前确实你知道吗？啥都看不出来。都可好了，我之前就认识我那个谁，你知道吧？你也受过骗。我之前认识一个官二代，他身边的女孩就是我就明摆着冲钱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比如官二代啊、富二代啊，基本上他们身边都是这样的。就包括留学的话，就是怎么讲？就是很多我知道，我认识几个啊，就是家里可能不是就是这孩子开这个车的，或者是。不是非要送到哪个，比如说发达国家去念书的，他都要这么干。他为什么呀？他就是去搞对象去了，这是他们的职业。不过人家也没有错呀，你冲着感情来的，人家谈生意来的。但我觉得一定有成功的，非常多。我身边就有，我之前跟你说，那就是找了那个富二代了，就是天天什么都不干啊。那天什么都不干，富二代也愿意喜欢他。是。那人家有人家的手段嘛，人家有人家手段。我就说能维持下去的也不是一般人。所以没有错呀，你是冲着你来谈感情嘛，人家来谈生意嘛，就双方一拍即合也可以啊。但是这男的，这个女孩不会谈嘛，你不能把生意真谈成，你不能把生意谈成不，这个怎么讲？你得把生意谈成感情，你不能把生意真谈成生意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啊，就是彩礼谈成了。我觉得也有问题，这个双方父母，这男方父母就没有支持过，对呀，就没有，就不太支持，对，就不太支持。他这个评论应该写好多吧？写了好多，然后后面很多人有回复啊，特别多人关注这个。对，然后他在回，因为这个事儿比较火嘛，比较特殊嘛。因为为什么？就刚开始说的，它是反映了现在的实际情况了。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这个火啊，它不是说因为这一件事儿，大家就特别喜欢、特别关注了，是因为现实当中每天在发生，这些年每天在发生，突然有一个点就爆了啊，大家都引起共鸣了。每天因为只要是结婚谈婚论嫁，都会涉及这个问题。现在这个单身的有多少？你身边、我身边，我们知道大龄，咱不能说大龄剩，就是他不是剩，条件你按说也不是很差，有的人他就是是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啊，很多问题。尤其是男生，女的没结的，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，就是太挑了，没有自己能看上的男的，然后有看上的男的看不上他，男的呢没结呢，就是没有能看上自己的女的，就是就这样了。都凑不成一个家嘛。还是比较难的，确实挺难。反正是这个事情来讲的话，确实是。现在这个婚姻确实是一个大问题。反正总之吧，我们也希望这种事儿越来越少，好吧？愿这个天下人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好吧？少出现这些事儿，好吧？那这期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